们想要干什么？请太太务必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们到底是谁？碧云，碧云，碧云！秀姬，二嫂，你怎么来了？碧云回来了吗？哎呀，她要是回来了，我就不用这么着急了。听说，是你和碧云最后一起离开饭馆的。秀姬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别着急啊。碧云好像被人掳走了。被人掳走了？什么人？是我二叔是不是？哎呀，不可能是他！怎么不可能是他？现在最恨碧云的就是我二叔，不是他还能有谁？一两句我也说不清楚，咱们还是先找人吧。走。哎，施少奶奶，西村，以这种方式请到施少奶奶，实在不敬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在下只想和你谈谈。我们10年未见了。等等，西村先生搞错了吧？我们之间可没什么可谈的。当然有，请坐。不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。这10年，我对施少奶奶念念不忘，所以就以这种方式来见我。我会惩罚那些对你不敬的人。对不起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宣家书楼有前往内地的打算。说到底，你还是对宣家的藏书念念不忘。宣家的那些藏书真要前往内地？你怎么会这么问？我军正在对杭州进行战略评估，杭州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军事目标。什么？你说日军要进犯杭州？如果宣家书楼迁出杭州，驻扎或躲避在杭州城内的中国军队将会受到轮番轰炸，杭州也将和上海、南京一样的下场。那如果把宣家的藏书留下来呢？杭州是对华战争中第一个要保护起来的城市。为什么？你可以理解为是因为你，也可以理解为是因为宣家的藏书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据说你是宣家唯一赞成将书楼留在杭州的人。至于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，暂且不论。所以，我必须要见到你。你的意思是，藏书必须要留在杭州，以供你们日本人掠夺？如果不，你们就要毁了杭州城。西村本来可以不出现在杭州的，一切都可以在战略地图上完成，因为这里有你呀。你就不怕我把你所说的话都上报政府？到时候，你连离开杭州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要相信你们的政府，不然战争也不会降临到你们头上。另外，今天的会面一旦泄露，宣家书楼将会成为我军第一个报复的对象。这件事你同样不能告诉宣家任何人，尤其是那个被政府洗了脑、冲动无知的宣家四少爷。行了，废话别说了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我们携手一起保护住中国最大的4家藏书楼。他们也认为是我二叔报复，叫我们别指望着沈碧云能够活着回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选择点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二嫂。哦。二嫂在想什么呢？哦，没想什么。二嫂就想问你一句：你真的恨二爷？如果是真的，是他绑架了沈碧云，我恨不得现在一枪毙了他。那如果不是他呢？二嫂，你也知道，爹为了二叔的事情很不高兴，他希望我们兄弟几个严惩二叔，永隔后患。那这么说，你之前是不赞成的？要不是因为沈碧云的事情，我当然不希望二叔和爹手足相残了。四少爷，碧云，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二嫂在呢。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二嫂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谢谢啊。碧云，哎呀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可算是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碧云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，我是白天跟二嫂想要去给你买把胡琴，结果不小心就走散了。哎，老爷怎么样了？白天你大哥二哥可是误解老爷的意思了。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大哥二哥，他们不是真心想饶过二叔？你这两个哥哥可都希望二爷死呢，只是误会了老爷的意思，又怕站错队，才这样。他们再这么斗下去，岂不是又重蹈了二叔和爹的覆辙？碧云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希望二叔死吗？我当然不希望他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不是二叔的手下绑架了你，为了报复你。哎呦，哪有人绑架我呀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跟二嫂上街，想要给你买把胡琴，一不小心就走散了。可是二嫂明明说在大街上看到了两个人绑走了你。那也许是她眼花看错了呢。哎，我说小季，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？我困了，想去睡觉了。沈碧云，你在隐瞒我什么？啊？我们白天不是还在这里说要不离不弃、不依不怨吗？可是你现在，你食言了。哎呀，我是想跟你长相守，不离不弃、不依不怨的呀。难道这就是你的不离不弃、不依不怨吗？小季。老爷，还在为了签书的事发愁呢，明儿就签还不成吗？你要是早一点透露你的态度，我也不会支持他们呀，你说是吧？如果早告诉你啊，你挂在脸上，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的态度？老爷，我可是现在就想要了二爷的命。为什么呀？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他让我拿毒药害死你，吓都把我吓死了。老爷，眼下二爷不就在牢里吗？要怎么处置？不全凭老爷一句话吗？这次爹的脉还真给号错了。你才知道，从一开始你就该听我的。我正因为怕犯错才没听你的，这回药方子开了，药也熬好了下肚了，想改没机会了。赶紧睡觉。
这总耗错爹的脉，以后啊，甭想压老二一头。哎呦，还真得多留个心眼儿啊！爷，爹真想杀了二爷呀？那是肯定的呀，要不然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呀？你没看出来爹脸上那天那是杀气？哎，你怎么想？爷怎么想，我就怎么想。那爷想弄死二爷，这有理由啊？那你图啥？就图爷对丹平的好。哟，这10年不见变多了啊！我好像又看见那个乖巧伶俐、满身香味儿的小宝贝儿了。爷，你就喜欢我这些呀？爷就是喜欢你这个样子的。爷，你真的那么恨二爷，想让他死啊？那是。那如果这是爹在给你跟大少爷出的考题呢？别忘了，这之前这样的事儿可没少过，爷可是很少答对过。不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还记得10年前爹要毒死沈碧云的事儿吗？啊，那会儿只不过是在演戏，只是在考你跟大少爷是不是对宣家忠贞。说的是啊。如果这一次又是爹在跟你们出考题，结果你答错了，大少爷答对了，那这结果，爷，那你是不是保二爷啊？保，必须得保。爷想通了就好。白天还在这里说要不离不弃、不依不怨吗？可是你现在，你食言了。我是想跟你长相守，不离不弃，不依不怨的呀。难道这就是你的不离不弃、不依不怨吗？爹，爹，孝伯向您负荆请罪。大少爷，您这是？爹，二爷不思悔改，屡屡冒犯宣家宗法神器，此番更是险些颠覆宣家。此逆不除，宣家恐无宁日。孝伯恳请父亲疏通关系，影响判决，为宣家除害。爹，二爷虽然罪大恶极，但毕竟也是咱宣家人，所以我恳请爹能网开一面，放二爷一条生路。哎，老二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意思。二位少爷，你们一人一句都把我说懵了。你们能不能抬头看看，老爷他不在床上？啊，没在啊。哎，老二，怎么了，老大？你压二爷死，我压二爷活，咱各压各的跑啊！太太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。
们把人打成这样？是啊，谁把薛二爷打成这样了？下去。是。让你吃苦了。别假惺惺的了，你巴不得二爷早点死，只可惜二爷还没死。我这儿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说。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唯一可说的，也就是说说我怎么个死法，是死在这里，还是死在轩家？10年前，我就曾经原谅过你。你也答应过我不再加害轩家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？10年前我是说过，如果再犯的话，我甘愿自行了断。你放心，二爷说过的话不会忘记。真记得？你要当我还是轩家的人，就带我离开这里。我不想死在这儿。你真能兑现你的诺言？胜者王侯，败者寇。我不是你跟沈碧云的对手，所以也没有必要讨价还价。我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呢？你说什么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二爷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会跟你斗到底。我一定会赢回轩家，一定要赢回书楼。你还是这么想？没错，这就是二爷。真的想死？我在临死前有一个要求，我不想做一个孤魂野鬼，不想飘忽不定。你想死了以后埋进轩家的大坟？怎么？你是怕我脏了轩家的地方？不，大哥答应你，我现在就保你出去。二弟，如果你认个错，可以不喝这杯酒。轩家的列祖列宗，轩泽典来见你们了。我喝毒酒是为了遵守我的承诺。大爷，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，我在轩家埋下了一颗钉子。二弟，二弟。爹，娘，我李家一门被屠的幕后指使者，轩家二爷轩泽典，如今他已经死了，二老可以瞑目了。女儿来，是想告诉爹娘，我李家一门被屠案已经水落石出，
爹，娘，女儿想求你们，让我继续留在轩家吧，就像当初爹娘的心愿一样，拼死的保护那些书。请原谅女儿的不孝。这轩二爷啊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就是因为他狂妄自大，咎由自取。通过这件事啊，咱们得明白，轩家不能再乱了，内讧只能导致我们万劫不复。爹，孝伯明白了，二爷他是死友。余姑。小钟，爹，这人都死了，现在说这些有啥用啊？您老还是躲吧，这警报都响了。想又能怎么样？你就得从这件事情吸取教训，不然很可能是你的结果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爹。对，今天让你们来啊，是有件要紧的事。明天早上天一亮，你们两个就上书楼，清点咱们的藏书。其他人呢，都把箱子腾空了，准备装书。爹，这钱，咱们不雇佣洋船汽车，就雇些马车，能花多少钱？爹，这真靠2条腿拉呀！行了，老爷，今儿你也累了，就到这里吧。啊，都下去准备吧。爹早点休息。还在想啊？哎，这真的，飞机真来了，日本人的飞机朝我们这边飞过来了！大家躲开！躲开！躲起来！飞机要扔炸弹了！你逞什么能啊？我就是被飞机扔的炸弹给炸的。四少爷，日本人的飞机是不会扔炸弹的。沈碧云。老爷，过来了。老爷，这外面是在过飞机吗？太太，我有点事情要跟老爷单独说。大日本，这个时候你还能这么淡定，比老夫强啊！不是碧云不害怕，是碧云早就知道，这日本人的飞机是不会扔炸弹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前2天我刚见了西村佑田，那个日本人，对，他曾经绑架过我，想通过我向老爷传达一个信息。因为二爷的事情还未说起。什么事？日本人想保护藏书。他们要保护藏书？好事啊！他们要是保护藏书，那咱们这书就不用搬了。老爷，您误会了，这藏书必须得办。为什么呀？知道了，他们想霸占咱们的藏书。爹，放心，爹，哎呀，这日本人说不打杭州了，飞机都过去了，没扔炸弹，扔的这个，您看。爹，咱轩家的书不用搬了。搬，一定要搬。不打了，搬啥呀？跟爹聊什么了？
老大，你说这沈碧云她想干嘛呀？还能干嘛呀？劝爹搬家呗。不是，这日本人已经说了不打杭州了，还搬个屁家呀？啊，不是，老大，这当年我记得说不搬的是他吧？这现在说搬的又是他，他有病啊！嗯。沈碧云，我们不要再像孩子一样斗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告诉我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天晚上，西村佑田绑架了我。西村佑田绑架你？你说这个不觉得荒唐吗？听起来是有点荒唐。那你说，他为什么要绑架你？他想让我传达给老爷一个信息。他们不会轰炸藏书，所以轩家的藏书不用迁走。这个西村佑田他是干什么的啊？他能够决定轰不轰炸杭州城吗？就算他能够决定，这是军事机密，他凭什么告诉你？还有，就算这个西村佑田他绑架了你，你为什么需要到现在才告诉我？我不是故意隐瞒你的，对不起。沈碧云，我真是搞不明白。为什么那么多不着边际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你身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相信我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说这个西村佑田，他惦记着咱们轩家的藏书，想占为己有，这个我信。你说他能够决定轰不轰炸杭州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沈碧云，我只希望你能够真诚一点，可以吗？我到底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？来了，来了，吴先生，碧云，快进来。哎，你这怎么了？你不是去南京了吗？我逃出南京的时候，南京几乎沦陷了，太可怕了，简直就是人间的地狱。所以你说的没错，薛家的藏书必须迁走。这么说，这事儿办妥了？办成了。这是国防部长官室亲批的文件，同时已经电令浙江守军协助了。太好了！我这就把文件送过去，今天就能调军队过来了。好，那我也去见个人。哎，王婶，万先生怎么没来啊？首长让我代表他跟你联系，有事你说吧，我转告。好，先坐。那，王婶儿，就麻烦你转告万先生，就说护送藏书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不麻烦万先生和你们组织了。解决了。可是我们的人陆续都到齐了，就等着轩家的消息了。
对不起，是吴先生，他帮助宣家联系到了国军，最快的话，今天就能护送走所有的藏书。就是以前到我家来借红糖生姜的那个吴先生。是的。想不到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，竟也能干这样的大事。王婶也是在做大事啊，碧云是打心里面佩服。瞧你把我说的脸都没处放了。对了，碧云，书都搬走了，你们宣家也要离开杭州了。等到抗战胜利，我们就又能见面了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怎么，是不是还有话要说？本来万先生明天就回来的。你也知道，日本鬼子一来，组织上就给首长安排了别的任务。可是首长还是为了宣家转运藏书的事，特意跟组织上协调，才确定了这件事。可没想到，一下突然变了卦。也是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一定当面跟万先生解释清楚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明天就去找他。也好，就算行动取消了，也算给组织一个交代。轻点，轻点。知道。哎呀，这老大老二躲着不露面，不想弯书。小季呢？哎，动作快点，快点！小季哪儿去了？小季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爹，这是……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到处乱跑啊！赶紧的，回去收拾收拾，准备搬家。搬家？那书楼里的书……吴先生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等部队一到，咱们一块儿搬。都别站着了，赶紧的，马上收拾东西。是。爹，这二少爷和大少爷他们不愿走啊？不愿意走就让他们留下。你们去收拾东西。四少爷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，不用。出去了。爹，现在都10点1刻了。那也得等。宣家和政府的关系一直不错，再加上这回有吴先生帮忙，相信啊，这军队的车一定会来。是爹。
孝基也相信，国民政府的撤退一定会来。怎么好几天没见着阿栋呢？哎，好儿，咱们再喝。小伯，成何体统？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喝去了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要走啊！走哪儿去？到处都是逃兵老百姓，没地儿躲。爹，咱不用走。宣家在江南那儿名门望族，甭管哪朝哪代，都得给宣家面子，是不是？这全会军阀国民党土匪强盗来了都得敬着眼。跪下！跪！跪下！来，爹儿，你跪下！能不能争口气呀？没出息的东西！爹，是真的走不了了。刚才在酒馆里头说了，这国军呢要炸钱塘江桥了。什么？炸桥？不可能！喝点酒就散德行。大哥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要炸桥？啊，那炸了桥，我们还怎么离开杭州啊？等，那也得继续等。老爷，吴先生回来了，车队也一定跟着来了。吴先生，你可回来了。我们这是骗子，一群欺世盗名的骗子！吴先生，他们不会来了。原本说好一个连，后来变成一个排，最后变成一个班，最后的最后，他们送来这2个大礼花。现在过江的大桥已经被炸毁，连运输的路也没有了。这不可能啊！这国民政府怎么会骗我们呢？哼，国民政府想想这历时4年，耗资数百万大洋建起的钱塘江大桥，花了多少人的心血，花了多少民脂民膏，他们说炸就炸。这样的国民政府会跟我们讲信用吗？那就是说我们走不了了，是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爷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日本人就要来了，杭州就要沦陷了。爹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老爷，数以千道以万，这人命最重要。正所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记得前些天在咱们宣家门口乞讨的那些人，说了不知道多少日本人的话，说他们杀人、放火、强奸，无恶不作。宣家有那么多女眷，留在大宅子里，这不等于放在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吗？依我说，能走就走。爹，我赞成太太的话。听说日本兵个个都是禽兽，落在他们手里，生不如死。走了，就算吃再多的苦，也比活着受罪强。是啊，爹，我也赞成走。爹，咱把咱家要紧的、值钱的书都带上。爹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日本人他也是人吧？咱能井水不犯河水吧？咱敬他一丈，他总能还给咱一尺吧？那总比咱颠沛流离的强啊！爹，孝基一切都听您的，您说走，再苦再累，孩儿都跟着您。老四房的，你怎么想？既然书楼里的书搬不走，那我就留下来，与书楼为伴。不能留下。南京城破，日本法西斯对我国人做了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
太可怕了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。冰封了思念的琴弦。